你可以说大卫社穷，但是说大卫社菜那就说不过去了。他的厨力应该仅次于荒木本人。OK， 今天咱们就来逐帧解析星辰十字军的 OP。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乔斯达家族的星星纹身，随后就是标准结局箭头。紧接着唯一绅士大乔出现，而他身边闪过的走马灯则是当年和迪奥的故事。随后大乔一个闪身让位，魔丸二乔用着波纹登场，但在他一闪而过时有个小彩蛋，那个能让你眼睛尿尿的男人西萨安东尼奥齐贝林。大卫社属实上道啊！二乔退场后，无敌的男人登场，标志性的无敌一指致敬西部大镖客伊斯特伍德。随后，无敌的白金之星疯狂欧拉打出JoJo的奇妙冒险。而在这里有个小细节，文字的周围有6颗小星星，对应打吊团的6名成员，包括伊奇啊，野狗也有高贵的灵魂。イギーの魂は一人でに動いていた。動かずにはいられなかった。紧接着一堆泡泡出现，说是致敬西萨也行，对应吊爷被打捞上岸那也可以。然后是5颗星星飞越大气层，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地点是日本，也就是对应着除一期外打吊团的5人。紧接着有个星星从远处飞来，那这就是一期了。而降落的地点就是吊爷在埃及的豪華别墅。进入屋子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波波被搬来搬去的楼梯。そうかそうか、ポルナレフ。階段を降りた。このディオの仲間になりたいというわけだな。对了，楼梯有一帧的画面是有那只埃及土著苍蝇对应白金显微镜发现苍蝇并打印，而吊爷的表情就是最骚气的那个照例，也就是老东西用替身视奸他的照片。至于吊爷的四周有着12颗星星，则对应了埃及9龙神以及3个贴身护卫。下一个镜头则是白金显微镜，阿强老东西阿布嘟嘟偷窥吊爷，正式踏上前往埃及的旅行，顺便在香港接上了波波。而画面的变化则对应了打败黄色节制坐火车去印度，在印度和小老弟赫尔赫斯一战，注意画面是给到赫尔赫斯的手的。下一个画面则对应卡 Q 和波波对战倒吊男的地图，紧接着的悬崖对应跟命运之轮的战斗，目的就很明显了，对应恩雅婆婆，那是波波一辈子都不想提起的往事。星？何をおっしゃる？こうして見ると40ぐらいに見えるよ。デート申し込んじゃおうかな。へへ。からかわないでくだされよ、お客さん。下一个花花草草则对应审判卡梅欧，波波妹妹在这里清晰出现，而阿布嘟嘟也在这站回归。最后一个画面则是海边的悬崖，很明显这就是与女教皇的战斗。随后几人摆 pose 穿越沙漠，波波依旧是搞笑角色，而在沙漠做饭对应的应该就是老东西给死神13做的特殊料理，波波吃了那都说好。これはミルクに卵黄とバナナとパンをトロトロになるまで煮たものじゃ。おれ、味見するか。下一个画面是众人望向天空，乌云散去，曙光来临，寓意着打吊团的目标越来越清晰。紧接着是乔斯达家谱，鹤立替身暴走，以下出现的分别是丽莎、艾琳娜 1.5 乔，大乔 0.5 乔。大卫社还贴心让大乔抱着吊爷的脑袋，而这些除了鹤立都是已故之人，他们的遗志由阿强继承。而下一个画面，主宝感觉应该是吊爷的脑袋和大乔肉体的融合，随后就是星辰十字军的展示替身环节，细节藏在背景上，依次是遭遇灰塔的飞机，跟大猩猩作战的轮船，新加坡的鱼尾狮，跟黄色节制作战的缆车，吊爷的别墅，以及最明显的替身太阳。而作为主角的承太郎压轴出场，背景上有个小细节，荒木工作室的 logo。随后就是几人的战斗姿态，接着画面又切给了大乔，微笑着在火中死去，对应第1部的结尾。二乔则是继承西萨的遗志，戴上了他的头巾。随后阿强接力初代目、2代目。下一个画面则是打吊团遇到的替身使者对应的塔罗牌，承太郎跟一个未知生物互殴，其实那就是吊爷，毕竟那手镯也就埃及贵妃戴。至于2人打斗的场景，则是对应第1部 OP， 大乔跟吊爷作战的地方，寓意着迪奥跟乔斯达家族的孽缘将在阿强这代终结。其实主播感觉并非如此，因为每部JoJo你都能看到吊爷的影，甚至最新的乔乔大陆，吊爷直接混成了JoJo。没办法，荒木老贼那太喜欢吊爷了。下一个画面是阿强拽帽子，对应了第2集中制裁卡 Q。だから俺が裁く。
不得不说，卡 Q 音的脑袋那是真硬。接下来是白金之星狂砸一面镜子，慢放后大家会发现，对面又是那位摆着骚气姿势的吊爷。白金之星一顿疯狂欧拉，镜子被一拳打穿，也寓意着最后阿强战胜吊爷。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该佩服大卫社了？虽然天天吐槽人家穷，但厨力这一块那是没得说的，能将乔家血脉宿命外加24集的动画浓缩进1分多的 OP， 确实是这个。OK， 本期的逐帧解析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该系列会持续去做。